各位，你们玩过游戏《生化危机》吗？那里边丧尸如潮的画面让人毛骨悚然。你想想，大街上都是那个啊，是吧？可是呢，这个美国呢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生化危机》，上了中国的热搜。我说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生化危机啊。在美国有一个反直觉的事情，就是美国的 downtown， 就是城市中心是最危险的地方。那有人说呢，城市中心那不就应该是治安最好的地方？你像中国啊，城市中心繁华地带，那发生个治安案件都很难，对吧？那怎么到了美国？那问题是美国呢跟那个中国情况不一样。美国呢一部分无家可归的底层的那些可怜的流浪人士，他们呢就是那要群居生活呀才行啊。所以城市中心往往成了他们聚集的地方，在这种地方的治安呢也就急剧的恶化了。而且呢，美国现在的问题它是毒品泛滥，这些人呢在街头的这帮街友呢，大部分都染上了这个恶习呀，所以让中国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看的都是目瞪口呆呀。你看看吧，瞧见了没有？这是最近呢在美国的媒体上还有国际媒体上流行的一段视频啊，这是俄罗斯都报道了，俄罗斯中央通讯社都报道了啊。这跟那个游戏里边那个生化危机真的是没区别呀，朋友们。Youngster, pull your pants up. Pull them up. 那有人说，这他们的这个姿势为什么这么奇怪呀？这个姿势啊，确实是跟那个丧尸是一模一样的，肢体僵直，弯腰前倾。为什么会有这种姿势呢？核心呢是强效毒品芬太尼混合受用的镇静剂，就形成了俗称的僵尸药，这是导致的芬太尼折叠现象。它这个躯体表现呢，就是因为吸食了芬太尼，毒性呢是海洛因的50倍，还有与受用药镇静剂混合，身体呢就呈90度的前倾僵直，大部分的伴有皮肤溃烂、失禁，甚至是意识剥离。这种姿态呢，源于强效抑制了中枢神经，而且呢，这个混合到那个受用的强效镇静剂一块，呼吸频率会骤降至每分钟1到2次，引发运动失调。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版的美国的生化危机呀！你看新闻，在号称最发达的国家里，有个地方却成了人间炼狱。这里藏着世界上最大的露天毒品市场，也藏着无数被僵尸药毁掉的人生。一边是费城光鲜亮丽的繁华街区，一边是肯辛顿的破败小巷，仿佛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从纽约开车2小时就可以到达这里，刚踏进这片区域，就能看到触目惊心的画面。路边随处有人蜷缩着身子，脑袋耷拉着，身体往前弓，这就是芬太尼中毒后的典型姿势，他们管这叫芬太尼折叠。
这些人眼神空洞，像没了灵魂的僵尸，连站都站不稳，只能在阴影里扎堆。据说太阳一晒，天一热，芬太尼会让他们更容易猝死，阴影成了他们仅有的庇护所。在这里，毒品买卖就跟菜市场买菜一样随意，交易、吸食全在光天化日之下，没人干涉。更让人揪心的是，每天都有人倒在街头，没了呼吸。有个拍摄者带着纳洛酮来这儿，刚走没多久就碰到有人不行了，赶紧上前施救，喊着挺住兄弟，一步步把人从死神手里拉回来。可这种起死回生的戏码在这里每天都在上演，也每天都有救不回来的人。据说这儿每天都有2-3个生命消失在街头。跟这儿的人聊几句，心里更不是滋味。有个54岁的大妈，哥哥因为吸毒感染被截肢了，上周还因为阶段反应进了 ICU。她说自己累了，真的累了，可就是戒不掉。儿子也跟着沾了，才刚吸几个月。阿姨满脸愧疚说儿子有严重抑郁症，一开始只是小打小闹尝试，后来就陷进去了。她怪自己没看好孩子。更让人唏嘘的是，有个24岁的小伙子15岁就开始吸毒，现在跟家里断了联系，坦言自己就是在这儿等死。其实很多人一开始都没碰芬太尼，都是从大麻这类入门毒品开始的。一开始觉得没事儿，后来就满足不了了，然后就开始换成海洛因等厉害的毒品，最后一步步掉进芬太尼的深渊。可就算知道会丢命，会丢胳膊丢腿，他们还是停不下来。有人试过戒毒所，可要么因为没病的够重被医院拒收，要么在戒毒所里得不到任何帮助，只能偷偷翻栅栏跑出来，继续回到这片泥潭。说真的，看到这儿你会忍不住想，这到底是人的错还是环境的错？后来才知道，当地不是清理不了这片区域，而是官员觉得清理了也没用，怕把这些人驱散后，费城其他地方会冒出更多小肯辛顿。于是这片被繁华包围的区域就成了被刻意划分出来的收容地，把所谓的不受欢迎的人都困在这里。有个曾经的瘾君子现在留在这里帮忙，他说自己以前就睡在这儿的长椅上，看着那些明明想戒毒却无能为力的人，看着那些因为一次尝试就毁掉一生的年轻人，你会明白，毒品从来不是个人选择那么简单，它背后是破碎的家庭、无力的个人，还有不作为的系统。所以原来所谓的自由国度还有这样被遗忘的角落啊！原来在强大的国家也有捂不住的伤口。而最让人惊情的是，这些人的悲剧起点可能只是年轻时的一次好奇尝试。毒品这东西碰一次就可能毁一辈子。May I have your name? I'm Summer. Okay. How old are you, Summer? 28. Where are you from? Coatesville. What brought you out here to Kensington? Drugs. How long have you been addicted to the substance? Probably about 3.5 years. And, It's just the devil. What started your addiction? How did it start? I've been doing drugs more than like half my life. Like, I've been on drugs more than I've ever been sober. And how were you introduced? I guess society, kind of, and like my family. You've been out here for 3.5 years? Not here. I commute here every day. I take the train, and it's expensive. I'm probably spending like $200 a day. How you managed to make money? I escort. You escort? Yeah. Okay. What could you say that's like? Easy. It's easy. Yeah. I wanted to be a stripper, but I can't dance. So yeah. And how long have you been escorting for? Probably about 3 years. Yeah, ever since I started doing it, doing the trank and shit. Yeah. What you like about it, escorting? I had the money. Yeah, the quick, easy money. That's about it. How much do you normally make daily? Anywhere between like 200 to like 700 a day, depending on how much I want to work. 700 a day? Yeah, I got an expensive habit. You ever get tired of it or not? When I'm sick, yeah, that's the only time I'm tired of it. What's your current living arrangements? I live with my man and my friend. Okay, that's your man. You use too, bro, or? Yeah. Mm-hmm. Okay. All right. Yeah. Y'all both trying to get clean, or? I'd like to. I've tried detox so many fucking times, and it's just I come right back to it. Mm-hmm. It's because
It's so hard. And how long you guys been together? 3 years? Yeah. Yeah. Sheesh. Yeah. Where you meet at? He basically a bar. Yeah. I feel bad because I dragged him into this dark rabbit hole. So he don't got no problem with you escorting and all? Oh, he doesn't like it, but I mean, sorry, babe, I don't care. It's good money. Oh, you take care of his addiction? Yeah. I mean, he does his part too, but I mean, I'm the main beneficiary, main. 美国的数据呢，可谓是触目惊心。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情景啊，就是在旧金山啊，这个还有费城的大街上啊 ，downtown 里啊，看到那种情景，那是前几个月的时候呢，那是最厉害的时期。咱们有一说一啊，说这个旧金山新上了一个市长，这个市长呢，对于这些这个禁毒呢是非常强硬。现在呢，旧金山街头可能少了好多了，但是呢，全美国范围内杜绝不了，这是制度的问题呀。2025年，旧金山就因为这个死了621个人。2026年前3个月新增了148例，相当于80万人口城市中每月超50人死亡。而且最要命的是，美国的13到14岁的青少年吸毒率达到了 12%，18到19岁飙升到了 39%。当然这里边包括吸食大麻的按照中国的算法。这些流浪者呢，因为房租平均每个月达到了3500美元，月收入不足800美元，这些人呢，那就只能是流落街头了。社会根源呢，基本上就是资本和政策失效的双重作用吧。政策呢，纵容是39州医用大麻合法化，21州娱乐大麻合法化俄勒冈州允许持有海洛因，纽约市设安全注射中心，提供免费的针头。你不能想象吧？现在在美国的很多华人经常去上街头抗议去，抗议什么呀？抗议政府把那个安全注射屋设到自己的社区里边，那这个社区的房价就急剧的贬值了，那不跟你拼命吗？所以很多的华人那自己买了房子以后被这个给坑惨了知道吧？没办法。哎呀，你说这个办法在哪儿呢？我觉着没啥办法。美国的就是这个制度根本杜绝不了这些，除非美国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没办法，那就那个在美国的华人那就是绕着城市中心这不去，然后呢就是看到这些这个街友们离得远远的只有这法了钱包里放上几张现钞，为了应急用，到时候别出事儿，老老实实的给人家就完了。没法，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